大家好世界卫生组织在8月15号，就是昨天宣布猴痘在非洲的疫情扩散。那今年1月呢，刚果就爆发了猴痘疫情，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4000例病例其中450例以上死亡。那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增加了160%那么死亡人数呢增加了20%。目前这个疫情已经蔓延至了中非和东非地区。科学家对于这次猴痘出现新变种这个病毒的高传播率、高死亡率呢感到担忧。我们先看一下 WHO 官网的一个猴痘视频的介绍就是世卫组织的官网的这么一个介绍好的，这就是世卫组织官网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我们回顾一下猴痘它的历史。猴痘现在也有的叫 M 痘它最早呢是在1958年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一群实验室猴子身上发现的这些猴子是从新加坡进口的，用于研究这个小儿麻痹症疫苗当时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尽管这个疾病是以猴来命名的，那么现在科学家发现啮齿类动物才是这些病毒的主要宿主。那人类首次感染猴痘的记录呢，是出现在1970年，一个9个月大的男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当时还称为那扎伊尔，在一个医院里被确诊虽然这个男孩呢最终康复了但悲剧的是呢，他几天后因为麻疹而去世了这个案例呢就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它面临的这种复杂的健康挑战，一种疾病刚被克服，另一种疾病又可能夺走生命。那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边猴痘呢主要局限在非洲的热带雨林地区，特别是中非和西非。直到2003年美国才出现了首次非洲以外的人类病例。这次疫情源于从加纳运往美国的啮齿类动物它们和当地的土拨鼠接触之后呢，就导致了70多例人类的感染。那这个事儿提醒我们呢，在全球化的今天疾病它是可以轻略的跨越洲际地理界限的因为我们刚刚从一场浩劫中走出，可以说对这种流行性疾病还是谈毒色变的。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呢，在我们生活中确实是充满了细菌和病毒这一点呢是一点也不夸张全世界已知的细菌种类可能超过100万种，而病毒的种类呢则高达1000万种那这些当然了，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这些数据可能还是比较保守的这些微生物在我们周边的环境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它们从深海的沉积物一直到高山的冰川从我们肠道一直到我们居住的这个空间，这四面八方，它们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根据《自然》杂志的报道科学家已经描述了大概1.2万种病毒，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许多病毒尚未被发现或者描述，特别是呢那些存在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中的病毒。那细菌的多样性同样是令人惊叹的科学家呢通过基因测序技术不断的是在自然界发现新的细菌种类。所以这种看似无穷无尽的微生物世界呢，那既包括了对人类有益的这种微生物，也包括了那些可以引起疾病的病原体比如我们体内正常菌群对于我们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帮助我们消化食物，是吧？生产必需的维生素甚至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而像流感病毒或者说新冠病毒这样的病原体呢，就可以引起广泛的健康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这个猴痘的病毒原理那猴痘病毒源于一种痘病毒科的正痘病毒属与已经被消灭的天花病毒呢是近亲。那它是一种双链 DNA 病毒它有一个复杂的包膜结构。那这种结构使得这个病毒能够在环境中存活比较长的时间，也就增加了传播的机会。
那猴痘病毒啊，主要有2个主要进化支，也就是中非啊和西非支。那中非支啊，通常导致更严重的疾病。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就说得很详细啊。一般来说呀，这个致死率可以达到 10% 啊，而西非支的致死率呢，通常不到 1%。所以这种差异就提醒我们呢，即使同一种病毒啊，它不同的变种也能带来截然不同的健康风险。那病毒进入人体之后呢，通常需要7到14天的潜伏期，随后呢，患者呢会出现类似于流感的症状，比如说发烧、头疼啊、肌肉酸痛啊，特别注意的是呢，可能出现淋巴结肿大啊，这就是猴痘的典型特征啊，可以帮助医生呢和其他类的疾病区别开来。在初始症状出现的1到3天啊，患者呢会出现特征性的皮疹啊，这些皮疹啊从扁平的斑点开始，逐渐发展到这个成片的凸起丘疹啊，然后呢就变成充满液体的水泡或者脓包，最后呢这些病变啊会结痂脱落，整个过程呢大概持续2到4周。值得注意的是呢，在2022年全球疫情中啊，许多患者呢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典型症状的表现啊，比如说在生殖器和肛周区域的病变啊更为常见，就提醒我们的这个病毒啊是不断进化，我们的诊断啊和治疗策略呢也要相应调整。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啊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呢，在2024年8月15号发布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令人担忧的报告。那从今年1月来啊，刚主民主共和国已经报告了14000例这个猴痘病例啊，其中450多人死亡了，和去年同期相比呢，这个病例增加 160%， 死亡人数增加 20% 啊。那更令人担心的是呢，这个疫情啊已经蔓延到了中非和东非地区。科学家啊对这次出现的新变种病毒呢是感到忧虑的，因为它表现出了这个高传播率和高死亡率啊。非洲疾病预防中心就 Africa CDC 啊已经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警告啊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呢，疫情可能会失控啊。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书记呢也说呢，疫情啊可能进一步传播到非洲以外的国家啊，这个情况呢是令人非常担忧的。那这个最新的疫情啊，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了新冠大流行，虽然从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啊，那么这些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应用到当前的这个猴痘疫情中呢？首先我们认识到这个早期的发现和快速反应的重要性。那在新冠病毒初期许多国家呢因为反应迟缓而付出了沉重代价。对于猴痘呢，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加强检测系统确保呢能够及时发现和报告新病例。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呢全球合作的重要性我们病毒它是不分国界的，对吧？只有通过国际合作呢，共享信息和资源，我们才能有效的控制疫情。对于猴痘呢，我们需要加强国际协作，特别是支持非洲国家的疫情控制工作。第三我们要认识到科学传播的重要性。在新冠期间错误的信息传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对于猴痘呢，我们需要确保公共获得准确及时的信息，避免恐慌和歧视。可以多看我们的视频当然了，我们也需要警惕过度的反应。那么在新冠期间一些国家采取了过于严厉的封锁措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猴痘我们需要采取平衡的方法在控制疫情和维持正常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那关于这个疫苗呢，新冠疫苗可以跟我们上了一堂重要的课虽然疫苗在控制疫情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过度依赖疫苗它的潜在问题。一些国家在疫苗分配上也存在这个不公平现象，而且过快推出疫苗也引发了一些安全的担忧对于猴痘来说这个我们已经有了有效的疫苗这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么天花疫苗对猴痘疫苗呢有 85% 的保护效果，而专门针对猴痘的 GYNNEUS 这个疫苗呢已经在一些国家呢获得批准。
这个 Jynneos 啊，那个是一种针对猴痘和天花的疫苗。这种疫苗呢，开发啊，原本是为了提供一个比传统的牛痘疫苗更安全的选择啊，特别是对那些不能接受传统牛痘疫苗的人啊，这个比如说像免疫受损的人啊，那这是一种啊减毒啊这个活病毒疫苗啊，使用了一种称为 Modified Vaccinia Ankara 啊，叫 MVA 的这个病毒株。这个 MVA 啊是一种经过大量修改，不能在人体细胞中有效复制的这种痘病毒啊。由于它这个 MVA 啊，它不能在人体细胞中复制，就使得这个Jynneos 比传统的牛痘疫苗更安全，特别适合免疫系统受损的人群。所以这个疫苗呢，在美国 FDA 批准啊，用于预防天花和猴痘，在2019年啊，它是美国唯一被批准用于预防猴痘的疫苗。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因为天花在1980年代吧就被宣布全球消除了，许多国家呢就停止了常规的天花疫苗接种。说实话，我呢也是打过天花疫苗的，可以看看这个印儿。这个50来岁以上的人啊，可能都有这个经验，这个很疼，它留有很大的疤啊，所以这个新疫苗呢就减轻多了啊。那么因为停止正常的天花疫苗接种呢，就导致全球人口啊对痘病毒的免疫力下降。我应该是免疫的，所以就增加了猴痘病毒的传播风险。那么这就提醒我们呢，在公共卫生决策中啊，需要考虑长远影响啊。没有天花了，又出了猴痘了，是吧？那对于正在外边旅游的朋友来说呀，还是建议你们要密切的关注啊当地的疫情啊。如果你前往高风险地区，还要考虑是否取消这个行程啊。那我想强调的是呢，猴痘的疫情啊，虽然令人担忧呢，不过我们不应该过度恐慌啊。与新冠病毒相比啊，猴痘的传播速度还是比较慢的，而且呢，我们已经有了应对的经验和工具。关键是呢，要保持警惕，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而且要相信科学。那可能有朋友会问啊，能不能消灭猴痘呢？像天花那样是吧？那虽然从理论上讲啊，消灭猴痘是可能的啊，但实现这个目标啊，还是有许多复杂因素的啊。比如我们可以借鉴天花根除的经验，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啊，天花病毒和猴痘病毒之间是有明显的挑战和差异的。天花的成功消灭啊，得益于高效的疫苗、全球卫生倡议以及高效的疾病监控和隔离措施包括广泛的社区参与。这些因素呢，就最后共同确保了全球范围内的天花病例能被迅速的识别和控制。但是对猴痘来说，我们遇到了不同的挑战。首先呢，猴痘病毒它的天然宿主呢，包括多种动物增加了对疾病控制的这个复杂性。另外一个呢，就是猴痘的地理分布是非常广泛的，特别是在非洲中西部地区流行，而且已经扩散到了全世界各地这就需要呢不同国家的人进行这个合作和资源共享。另外呢，这个猴痘疫苗虽然已被证实有效但是接种猴痘疫苗普及范围有限现在主要是针对高风险的群体，而且呢，由于天花疫苗呢不再广泛的使用，所以普通人群中呢缺乏基本的免疫保护。另外呢，一些高发区域的这个公共卫生资源不足就难以支撑比较广泛的疫情疾病监控和疫苗的这个接种计划。所以为了应对这个挑战还是建议加强这个监测和报告系统，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区域推广猴痘疫苗的使用特别是那些高风险人群加强国际合作，确保这个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以及增强这个公众的教育，提高呢我们整个社区对于猴痘预防措施的认知和参与，以及通过这些策略来逐渐改变这个猴痘传播蔓延的趋势。那当然这个挑战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你逐步推进猴痘在全球的根治是一个可能性有的目标没那么容易。好的，谢谢大家收看，这就是关于猴痘的一段视频。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和
疑虑啊，可以随时和您当地的卫生部门联系，保重，注意安全，再会。